我一直相信，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，不只是童年时期，而是会深深地渗透进一个人的思维模式、情感逻辑，甚至整个世界观。这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，而是我真实的人生体验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强势、自恋型人格的人，他总是否定我，总觉得我哪里都不如他，从不鼓励我，也不给我发表意见的空间。他说我太懦弱，说如果我小时候够勇敢，够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我今天就不会这样。但他从未理解，一个孩子为什么需要勇气去对抗自己的父亲。不是我不反抗，而是我根本没有那样的空间。在那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，我学会了顺从、压抑、怀疑自己。我把父亲的声音变成了内心的声音，我以为那就是真理。直到很多年后，我才发现，那些声音不是我的，他们是他给我的，渗进了我的内在，成了我行为背后的恐惧与犹豫。所以，我相信，原生家庭会影响人一生。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比父母更深刻、更有连接感的人出现，如果没有剧烈的外部环境变动，那父母在我们心里种下的模式、定义与限制，会像根一样，长进我们所有的想法与感受里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那为什么同样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却走出不同的路？我并不否认个性也有其力量，但我相信，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颗种子，而原生家庭就是土壤。即便种子不同，若土壤缺乏滋养，若阳光里全是贬低与冷漠，那么即使再坚韧的种子，也只能低矮生长，无法自由伸展。我曾经问自己，如果我小时候能鼓起勇气反驳他，坚持自己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？但我也开始明白，孩子的沉默不是懦弱，而是无助，不是不想说话，而是知道说了也不会被听见。我现在仍在学习，看清哪些是我真正的想法，哪些是曾经内化的父亲声音。这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事，但每当我为自己发声，为自己立场辩护一次，就是一次新的自我建构。我不再责怪那个逆来顺受的自己，因为我知道他在那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做了他当时能做的最好选择。而今天的我正在努力从那段过去里长出新的根，为自己重建安全感与思维自由。